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鱼。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台大教授李嗣涔说出的祭祖真相。你烧的纸钱，祖先真的收得到吗？李嗣涔教授呢，这位台湾大学电机系的知名学者，不仅曾担任台北大学校长，更以其在意识科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而闻名。他跳脱传统的科学框架呢，致力于探索人类意识与超感官知觉，比如说特异功能的奥秘嘛，并将这些现象呢与物理学世界中的复数空间、虚数空间的概念结合，并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祭祖活动呢相关联。比如说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准备很丰富的菜肴，然后请祖先们来吃。那吃完之后要烧很多的纸钱给祖先们，所以我们拜拜所准备的菜肴，还有我们烧的这些纸钱，他们真的收得到吗？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呢，我们就跟随台大前校长李嗣涔教授深入解析祭祖背后那些超越我们认知的宇宙奥秘。那李嗣涔教授呢，是于1952年出生的，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并在史丹佛大学呢取得了电机工程博士学位。他的学术背景扎实长期投入半导体材料与元件的研究，在电子工程领域贡献卓越。然而呢，他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过于在特异功能和意识科学方面的探索。李嗣涔教授呢，自1980年代起便开始参与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主张呢，这些现象并非迷信，而是人类意识作用于物质世界的一种表现，可能涉及科学尚未解释的更高维度的空间嘛。他曾多次的邀请一些特异功能人士进行严谨的科学实验，例如透过手指识字的实验观察受试者能够透过触摸纸条来看见纸上的文字和图像。这些实验结果促使他开始思考我们所认知的真实的世界可能只是宇宙的一个部分而已，还存在着更多深层次的维度。为了理解这些超常的现象李嗣涔教授就借鉴了现代物理学中的虚数和复数的概念将其拓展为对宇宙维度的解释。那什么是复数空间呢？那在物理学中复数通常被用来描述波的函数，比如说量子力学中的薛丁格方程式、电磁场以及震荡现象。那李嗣涔教授就认为我们所感知的实数的世界只是宇宙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复数空间则可以代表着更高维度的存在。他推测意识和精神的现象可能存在于我们难以直接感知，但却能够影响物质世界的一个复数维度之中。他就认为能量信息甚至是灵性层面的存在都可能与复数的特性相关。那什么是虚数空间呢？虚数空间是复数空间的一个特性，它是指是由虚数部分构成的维度。那在李嗣涔教授的理论框架之中虚数空间被提出来用来解释那些超越我们日常经验无法用实数的物理量来描述的现象。他就认为意识的某些深层次特质信息传递并非局限性的，例如心灵感应甚至时间并非是流动性的。在他的设想中虚数空间可能是信息和能量的载体，它能够跨越我们实数维度和物理的限制，进行瞬时传递。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特异功能者能够在物理的距离上远程的情况下感知到特定的信息，或者是影响那个物质嘛。所以他就认为传统文化中提到的比如说灵界、阴间等概念可能就是对某种虚数空间的描述了。那李嗣涔教授的理论试图将超心理学、量子力学与多维度的宇宙概念相结合，所以他就认为意识是关键，意识不单纯是大脑的产物，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能够在实数和虚数空间之间进行转换和交互。所以特异功能者就是这种交互作用的一种体现。而信息场的存在就是虚数空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场，所有的信息都储存在其中，并可以被特定的意识所读取影响。这也就为手指识字等现象提供了理论的基础。他还认为量子力学中的这个测量问题观察者效应与意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可能就暗示着意识在决定物质现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虚数在量子物理学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就使得李嗣涔教授与现代物理的前沿产生了某种共鸣。他的研究也延伸到了对生命、死亡和轮回的思考。他还认为灵魂或者是意识本体可能就存在于虚数空间里面，并且能够在不同的实数空间之间进行转移。因为每逢佳节我们华人世界总会准备丰盛的菜肴，焚烧大量的纸钱，恭敬的去祭拜我们的祖先嘛。所以我们的心中不免会疑惑，这些祭品祖先真的能够享用到吗？烧掉的纸钱他们真的收得到吗？花得了吗？
所以李嗣涔教授就明确地指出这一切的核心都在于你是否愿意相信除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复数空间，也就是灵界呢。他就解释说我们的宇宙不只有我们熟悉的实数部分，还有一个虚数构成的虚数空间。而这个虚数的部分呢，他称之为信息场，一个纯粹的信息空间，也就是意识的空间。从古至今呢，人们所说的灵魂所指的其实就是我们大脑中所在的那个意识的本体。如果真的存在两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之间必然会有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嘛。所以问题就来了，他们是如何沟通的呢？而李嗣涔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说沟通的管道是与物质原子内的质子、中子、电子等基本的粒子有关的。他就解释说这些基本的粒子都具有自旋，也就是一种内在的旋转运动。当它们自旋的速度快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他们会把两个时空的界面戳破，这就像是在一张纸上打了一个洞一样。那自旋呢，在纸上打洞，那两个世界就打通了。所以李教授就以此来比喻嘛，比如说你面前有一个杯子，因为它内部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子的，而这些原子里面的质子、中子、电子呢，都带有自旋，它们都在不断的打洞，所以这个杯子在时空之中就打了无数个洞。那么在另外一个世界呢，也会出现一个与这个杯子完全相同的一个像，它就称之为一物两像。所以在这个世界呢，它是一个杯子，在那个世界同样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像，这个像呢，就是穿破的洞，而从这个世界穿透出来的一个像，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祭祀嘛。那祭祖的行为最根本的道理也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懂呢，你就无法真正的体会到祭祀到底在做什么，而焚烧的意义又是什么，而祖先们究竟在吃什么。所以李嗣涔教授呢，就进一步又解释了吃的本质。比如说我们祭拜用的鱼肉菜肴牵扯到的就是嗅觉、味觉这种问题。我们现在的唯物论的科学呢，都假设我们的味觉、嗅觉的产生只是产生在大脑的内部，由嗅觉的中枢和味觉的中枢负责。也就是说，空气中的分子进入了鼻子，与受体结合产生了神经脉冲，所以这些脉冲呢传导到大脑，才产生了味觉和嗅觉。视觉、听觉呢，我们的科学也是同样的原理。然而李嗣涔教授却指出这种解释是存在瑕疵的。他几十年从事的手指识字、耳朵听字等实验呢，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许多的小朋友经过短期的培训，就能够用手指看字了。你把字呢写在纸条上折起来，甚至密封起来了，他们只要摸一摸，大脑就会打开了天眼一样，看到颜色、字形，看到所有的东西。所以说手指怎么能够看字呢？耳朵也怎么能看字呢？实验上都证实了这种超感官能力的存在。他就告诉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正的觉，也就是那个感知，其实是有两个管道的，而不仅仅是神经脉冲这一个交通车。神经脉冲只是载体，它承载着真正的货物的信息而已。所以这个信息会被送到视觉中枢、听觉中枢、嗅觉中枢和味觉中枢去。所以大脑在看的是这个信号，叫做信息，它不是在看神经脉冲。所以神经脉冲就像卡车嘛，大脑看不懂的是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要看的是卡车上面载的那个信息。所以关键上产生感觉的就是那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呢，它是存在于两个世界的界面里面的，它在灵界呢，也在这个世界的界面都有。所以你现在就能够理解了，这个觉的产生与那个界面上的信息是有关的。因此李嗣涔教授就解释到说，假如我们嘎了以后往生了，我们的灵进入了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的灵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信息，比如说菜肴的香味所以当你在祭拜的时候呢，你的亲朋好友他们的灵来了，他也可以吃那个东西，他可以把那个东西的信息所拿起来，他可以闻到，他可以感觉到那个信息，他把这个真正产生的觉的信号拿走了。那他拿走之后，这个物质世界会怎么样呢？当这个信息被拿走之后，这道菜的味觉在物质世界可能就会变了，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所以李嗣涔教授就强调呢，这个就是祭拜是有效果。而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问那纸钱是怎么回事呢？李嗣涔教授就说这就像那个杯子一样嘛，杯子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一个信息构成的像，所以你在这个世界把这个纸烧掉之后呢，那些信息就会穿破时空的破洞，这边的信息消失了，那个世界的灵就可以用那些纸钱。然而人往生之后到了灵界的时候，他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习惯呢，就会在那个世界呢慢慢的转变。例如他可能根本就不饿了嘛，在那个世界，因为没有物质的肉身了呀，但是他或许还是会想吃东西，还是会想要用钱。教授说那只是人事未消而已。
是原来残留下来的那个视觉在作用。所以我们在给他们祭拜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烧纸钱啊、贡品啊，为了满足他们真正的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李教授也指出这些都是假象，都是虚幻的。等到他在那个灵界待了很长时间以后呢，这些人世间的事情意识的残留呢，都会慢慢的消失，也就会慢慢的淡化。这基本上是一个物理的过程。而在我们国家常常就说嘛，香火要传承，但是现在呢，有些宫庙为了解决空气的污染，就不烧香了。那么烧香真的有必要存在吗？尤其是像我们祭祖的时候，是不是非得要拿香呢？那李嗣岑教授呢，他也回答说是肯定的。他说一般的说法就是香是具有传递信息的作用的，是沟通阴阳两界的功能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味觉、嗅觉一样，香本身的信息也存在于两个世界的界面，所以那个世界是可以接收到这个信息的。而李嗣岑教授就说你祖先或是你已经逝世的亲人，如果比较喜欢吃某样东西，他是真的会吃的，因为那个信息在两个世界里是同时存在的，它是可以收得到的。所以李嗣岑教授就明确地指出单纯用网络来虚拟祭祖是没有办法传递信息的。也就是说，其实科学的傲慢呢，让我们远离了文化的传承，也远离了科学的事实。毕竟呢，祭祖的文化是千古流传的嘛，所以我们不要让所谓的科学的傲慢将它给否定。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而李嗣岑教授的这些理论和研究呢，在学术界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辩的。一方面呢，是传统科学界对于超感知能力和多维空间的假说通常持谨慎甚至是怀疑的态度，认为缺乏足够的重复性的实验的证据来支持其结论。另一方面呢，李嗣岑的勇气和开放性的思维呢，也激发了许多人对于科学的边界、意识的本质以及宇宙奥秘的深层思考。尽管存在争议呢，李嗣岑教授的研究依然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嘛。他挑战了我们对于现代固有认知，鼓励我们以更宽广的视角来探索未知，并可能为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呢，开启新的研究方向。所以你对李嗣岑教授的这些观点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真的存在跨维度的现实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